子啦。侬好。侬好。今天我想跟你聊个话题，就是中国人是否很自大。我把它改成了一个 question mark， 不然呢也不敢这么 sure。中国人自大不自大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一家都很自大。观众也在这个留言里面评论嘛，这个女的声音一听就很自大，然后说我是什么来着，高华什么戏精啊什么这种，对啊，评论一直有啊。怎么还记着呢？我不是太自大哦。不是我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而是我给人家的这个感受，我讲话的这个音调、这个腔调就是很自大的啊。那是别人的感受嘛。但是我家里面人那是真的很自大。比如说我爸去过很多国家出差，他呢回来说中国最好，中国里面上海最好。你呢去所有的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去受苦。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他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在针对中国，从小就跟我说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是好东西你这么说我也想起来了，我身边有哪怕是跟我同龄的啊，这个说起来应该是这个接受过一定的教育啊，大家这个年龄也相仿，应该说看世界是比较多的。他们也常常会跟我说，至少我生活在中国很安全。就他典型的问法就是说，那你去马来西亚那边安全吗？就比较熟的人也会这样来问你。你不要说问这个问题了，我都不知道纠正我的朋友，马来西亚的简称是叫大马，不是叫马来，很多次了。纠正我是忍住没有这样。我纠正过了之后，他还继续跟我说马来怎么样？对，我身边也有不少。哪怕是企业的高管啊，或者这个学识比较高的人就有这样的说法。我想我们这个标题啊，就说中国人是否自大，我们现在因为已经讲过，不要无病呻吟，也不要哗众取宠，所以首先要过一个自我这一关，就要自我问一下，这么讲，是否自己过得去，对吧？你是否真心的要去谈这些话题？它是一个这是存在的一个话题吗？我觉得是的，因为第一呢，我们是从身边谈起，就像你刚刚讲的。第二呢，以我们仅有的个案来说啊，我真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挺想分享的。那好在我们并不是什么时政频道，鸿篇大论，是吧？像老周很美那样，我们主要就是从个人出发，然后呢进行一些思考，最后再回到个人，看看我们怎么样去做。这是我们的想法。如果有大家不同意我们的观点，那也没关系，就人就是这样，就猛烈拍砖，和平探讨嘛。对吧？我想这个问题，如果你问我们身边的中国朋友、亲戚，他们一定是不同意的，说中国人自大吗？不会啊，我相信他们从来不会把自大和中国人关联在一起，这是我的一种 gut feeling。我完全不同意啊！我职场上面听到太多的话了。中国人跟自己人开会的时候就说一句话，我们老外干的事儿都是什么样子，什么破事儿啊，说什么动作都是很慢啦，一点都不 efficient 啊。我们中国人干事儿麻溜的就给他干完。每次这种话实在是太多了，我知道。尤其是和这个印度同事开会啊，或者是跟欧洲玩。我以前上一个东家我以前的东家我们说外资企业嘛，还有这种就是希腊这种国家的，这个是哪个部分的欧洲啊？北欧吧。对，就那一代的人，他们都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每次开会都说，他们拖后腿啊，这个你也懂的，一年两三个假期啊，都是完全是休假时候不收任何邮件，不回邮件，这跟咱中国人敬业程度就不能比啊。就是他在贬低了人家享受人家正常的这些人权待遇的过程当中，仍然觉得自己在休假时间当牛做马是一种所谓的敬业，还有就是聪明，还有就是能干以及高效。当然这就是我也是觉得身边人自大的原因啊。但我的问题是说，让我们身边的人自己评判自己，就由自己出发到自己，他是否会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或者我们身边的人就是相对比较自大的？你觉得他们会认同吗？我觉得这才是我的问题啊。我觉得当然认同啊。他会认同自己是自大的吗？对啊。不，那不会，对，这才转过弯来。我懂你意思了。当然不会觉得自大啊，因为他们在就觉得自己厉害，对不对？受到的教育当中，就是他们什么自大，那个绝对我们是谦虚、勤劳、勇敢。对，我们从小被教育，所有这个四书五经里面所说的一切美德，在世界人类当中那是绝对 top one。对，因为从梁启超开始创造出一个叫中华民族的概念，那我们从小被教育的是叫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叫诚实、勇敢、勤劳，
是吧？善良，勇敢善良，勤劳勇敢善良这样的一个。那我不知道，又换一个视角，你看我们的很多观众是大马人嘛，第二位的是新加坡人，他们怎样去看中国人？他会不会认同我这个观点？就是他们觉得中国人自大，我不知道，我其实挺想这个大家能够怎样评价的，看来了解一下。这说这话又要被人家拍砖了。反正我看我们留言区里面，大马观众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当然正向的评价是说中国经济很发达，很有趣。他们说到中国，正向的评价都会说，大部分的中国人是好的，中国这个国家很厉害，然后中国人很有钱，这是我看到的大部分的正向评价。那接下来大家就会讲的一个词儿就是内卷，中国人很内卷，中国人不择手段，中国人素质低，这是我看到的。这是大家的一个大马人在这边的评价吧？大马还有新加坡的观众，还有就是其他我们油管的观众嘛。OK， 那我们推定我们的油管观众应该全部都是这个非中国人，因为中国人都不能看啊。对，大马人和新加坡人是比较多。那 OK， 那你这个是你推定的他们的看法。我这么说呢，是因为我身边接触的人，哪怕已经在马来西亚，或者我身边比较亲密的朋友，就他们的有时候一些说法会让我有这个感觉，我就是觉得他是自大的，就好像是一些症状比如他常常用国家的大小、人口的多少来判断所谓这个国家厉害不厉害，还有经济的发展状况，比如说他就会很相对会瞧不起马来西亚呀，瞧不起像泰国呀，他会觉得怎么这两天还有一朋友在群里看到那个联合国做的人类发展报告，他会说，哎呦，怎么泰国排名都在中国前面？这不很正常吗？对呀，其实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就在群里，我也不识抬举的，我问了一句，我说，为什么你会觉得泰国应该排在中国后面呢？对吧？我的意思是说，他的这些想法的来源是什么？如果他去，他一定会就是直接用钱说话，他告诉你人均 GDP 啊，然后国家的综合 GDP 啊，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什么经济体啊，这种东西他一定会拿钱来这个数字来砸你啊。你看他说什么，其实也就反映了他思考的维度和逻辑是什么嘛？以前嘛，对吧？那他其实不知道，他这种指数往往是包含了什么医疗、教育这些相对隐形的投入，相对这些国民福利，他不太能够眼睛看得到，而且他相对年轻的时候，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不太懂这个未来医疗是怎样。我看最近很多在中国做街访的对老年人的采访，他们可都是比较悲观的，他们一般都说，哎呀，我再生病以后我就不要拖累家人，然后呢，那也没办法呀，没钱看病怎么办？他都不知道有一些地方的医疗保障网是非常非常好，就有些问题他没有关心到。你现在看病看不起了，小病无所谓，大病一看几十万、几十年的退休工资报销了，那像我小病就不去看了。真正像我们这种到医院里去看的，就是大毛病了，也不行了，一到医院里就几十万，你几十万一看又变到解放前了，你这个退休工资一个号头5、6千块钱吧，你叫这个一看开套20-30万一去，20-30万多少啊？他多少几年退休工资啊？5万1年，6、7年没有了。孩子也给您贴补一点。孩子他自己养活自己，能够养活已经很好。孩子还有的孩子了，现在读书价钱也很贵啊。现在养一个小孩不像我们这个时候养小孩，现在一个小孩从小孩养到大，没有100-200万是你是养不大的。所以他的衡量标准是比较简单单一化。不要说什么老年人，我从小看到我们家里面长辈们生病，然后我爸妈怎么求爷爷告奶奶去托关系照顾他们。我从小的意识就是，我有病了以后，我就自己安乐死，然后不要花这种冤枉钱，不要拖累我的孩子，不要拖累家里面的这种积蓄，不要这样。我从小就是这样想的。OK， 还有这个自大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就他会觉得我们呢，应该受到的某些待遇啊，你看为什么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受到？我觉得说这个是一种不公。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呢，就把自己的地位和应当获得的尊重放到一个更高的位置，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大。我跟你举个例子，我前阵子看到有一些视频是这样的，他呢会是说，哎呀，我在大马不是免签吧，我只能待30天。你看像美国的朋友啊，欧洲的还有很多国家在大马，他们签证就可以待90天。对啊，而且去很多国家都不需要签证嘛。对啊，因此得出结论说，中国护照受到歧视。其实我就觉得挺好笑的。我觉得我们自己这个为什么护照只能待30天，这个中间的原因恐怕很多人是没
没有这个深究过的吧？他自己没有掂量一下，这咱们说自知之明嘛，你就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人家给其他国家是这么差，给你国家这么大？莫名其妙的这种中国的我们这些朋友们，包括我爸妈，他们都是觉得可能是受了所谓的什么万邦来朝的这种历史故事啊，他们还以为自己生活在唐朝，然后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中心，然后不是说我们要去申请国家签证哦，人家什么免签的国家现在都认为说是他们来舔中国的这个，你知道吗？就像舔狗一样，他们有这种感觉，他们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给我们免签的都是应该的。这个案例真的是举不胜举。关于护照，我待会儿还想要再展开一下，因为我也想了一想，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讲说，我爸妈他们评价，上海不是前几年开始搞了每年一次的进博会嘛？他们说进博会都是人家参展商要做中国的生意，挤破头来中国办的。我觉得好可笑啊！这个进博会展台遇冷，后来全是中国的这些企业在办展，这种消息他们都是选择性的不看，然后说这个只是因为防疫政策的关系他们进不来，但是他们始终认为说进博会就是人家舔着我们一定要进来，我真的觉得这也是一个案例啊。那又是来自于你爸妈，你爸爸好像是经常是我们节目中的反派角色。我们他家里面就是看中央台的新闻，一天的播了，我爸天天晚上看新闻联播。身边还是。如果再举一些的话，身边还是有啊，包括有些朋友他已经来了马来西亚，他会觉得，哎呀，你看这个基础建设也不行啊，对吧？哎呀，好像大家生活也比较，是不是穷苦一点啊？但这种话题已经很多，我其实不太愿意再展开了，有很多都是讲马来西亚是否落后的这个系列嘛。我们列举了很多现象啊，但是我想进一步挖掘呢，为什么身边总感觉啊，就是我们的中国同胞是比较自大的？我觉得一方面呢是有其原因的，因为实际上啊，中国的快速的发展就是在2000年开始的这个20年，好处是确实经历过20年的快速发展，但是坏处呢是也就只有20年的时间，这个20年足以改变很多人的看法。你看，如果是90后啊，甚至于00后，相对年轻的20多岁、30多岁的人，他从他出生开始，他就会感到。每一天的日子是会越变越好的。其实我们小时候也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时期嘛。你从90年代末2000年到2010年、2020年的时候，整个日子确实是在越变越好。那当然大家会得到的一些宣传，眼睛看到的这个国家发生的变化，是会聚集更大的信心的。我觉得客观上来讲有这样的情况。那马来西亚在90年代被称为亚洲4小龙嘛，我不知道这个。在金融风暴发生之前，大家生活在大马，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感觉日子越来好，这个作为国民信心会变得越来越强，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我觉得它本身是有可以理解的地方的。我觉得我是不能理解的，而且我觉得中国人他这个自大很多是来自于自闭吧，他并没有跨出国门，或者说因为他的这个英语不好，他没有办法主流的去接触这个他所谓跨出国门这个世界，他看到的是走马观花的幻象。我举个例子，我爸是从80年代末90年代开始就一直会有机会去国外去出差，他去过俄罗斯，去过美国、加拿大、德国。去了之后回来都跟我说，这种国家不能待，这日子不是人过的日子，每天就是吃汉堡，然后到超市里面去一看，他说他们因为他们每天都有工作的这种补贴嘛，他其实又不舍得，然后就买比较便宜的东西，结果买回来一看，觉得吃的味道不对，找翻译一问，原来是给宠物吃的。就是说那个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他回来。其实你应该想到的是，宠物的食品跟人的食品在一起售卖的这个，那应该是他们国家的这个文明已经发展到这一个程度了，对吗？就是宠物的待遇规格很高了。但是在我爸眼里，就是说那边就是人活得像狗一样。然后他会这样的感受，完全得出了另外一种对，然后因为他语言不通嘛，他又没有办法出去玩，然后那时候的这个物价跟中国的这个汇率比的话，就是属于我爸爸1个月的工资在那边可能就买一个很小的一盒西洋参，他去加拿大嘛，所以但是他没有了解到当地人的收入是什么，所以他就觉得说啊，我买一个汉堡可能都是我大概1个礼拜的工资啊，这个日子怎么活啊？这能活吗？在那边都是受苦啊，所以我爸每次出国回来都是死活说那种地方不能去。这很有趣。但我想说，我自己的震撼是我去了国外，我那时候去念书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美国旅行，我受到的极大的震撼是什么？当时我跟那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我们在一起闲聊的时候，就讲到我们小时候，我们这一代人，我出生在83年嘛，我们说我们小时候的照片都是黑白照，然后那种日本、韩国还有欧洲的同学非常惊讶的看着我们说，什么？
我们从来这辈子没看到过，我们这个年龄没看到过黑白照片，然后他们就拿出来，他们从小80年代自己出生时候拍的照片全是彩色的，我那时候才意识到说啊，原来是大家发展是这么不一样。然后第二个震撼是我们在美国旅行的时候，有的时候去住那种 motel 里面配备的那种房间里面都有洗碗机，那个洗碗机你看一下它的制造年份是1960几年，而且我们那个时候2000几年去用的时候还特别好，特别瓷实，还能够正常工作。对啊，那给我震撼太大了。我们家是几几年装上这个洗碗机的？2013年啊，大哥，你想人家1960几年就已经开始用了，而且能够这么好的用到现在不坏。这简直是奇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震撼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刚刚其实我想讲的是事情情有可原的一面，因为它整个中国啊，它发展的是20年当中确实是在快速发展，但是我想你也指出了一些情况，就是第一呢，是因为也就只有20年，所以大家看到世界的情况是很少的，而且它的解释是偏颇的。他会拿事情的部分来朝着有利自己的方向来解释，然后认为说，哎，都是其他人的问题，对吧？那我没问题，所以就会形成一种自大嘛，这算是一种解释。你像我妈来过马来西亚、新马泰旅游，起码2、3次啊，每次回来都跟我说，这马来西亚，她根本对马来没有任何印象，因为他们就旅游团上车什么睡觉，下车撒尿，然后到了景点拍照，对，回家啥都不知道。吃的又是团餐，又是被拉到当地中国人开那种团餐，这么几菜一汤，吃的也不好，那有什么好讲的？他留下来的印象就是在外面完全不如在家舒服啊。然后回来就觉得说，哎呀，我们中国还是好呀，上海就是好。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的一个补充呢，还是归类到就他的一种解释是不全的，是片面的，是朝着自己的。对吧？而且他为了弥补他自己朝着自己的这个东西，他就会用我们国家媒体经常所说的啊，西方列强了，或者其他国家就针对中国，因为中国发展太快了，要超过他们，所以我们已经从一个朋友变成了竞争者，被他们打压，他们就用这种理由来说服自己说是的。OK， 那他背后其实有一种什么，就是有一种意识形态上，他会觉得自己是一种受害者心理，对啊，这别人要打压你，对吧？对啊，我呢也相对客观的再来解释一下。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啊，刚讲发展20年，所以呢，很多人他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一种惯性，他会觉得，哎，照这个速度，其实我们会一直好下去的，这个很厉害啊。这个惯性一直走下去，我们不一直被宣传说，哎呀，你看 GDP 已经世界第2啦，很快到20几年就要超越美国，对吧？这个哪个方面又变得很强了？是我们每天都听到好的消息，而且呢，你又会觉得这个日子一定是会一直延续下去的，但是我很多时候大家都可能都忘了，这个20年啊，短短的弹指一挥间，在我们小的时候很多事情不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接触 Internet 是什么时候？你大概在什么时候？我大概也就是初一啊，那可能也就是96年就是将近2000年，就九几年就将近2000年的时候，90年代末的时候嘛。那护照是什么时候有的？我还特地查了一下，以前的审批啊是很严格的，虽然有英私护照，真的是要到2000年以后才大规模的，你可以比较简单的在公安部门可以办到英私的个人的护照，对吧？像你爸，你说是80年代出去就出差了是吧？因公护照，就是因公护照嘛。对。那你看坐飞机也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嘛，不是说90%的人都还没有坐过飞机嘛？我自己也是在工作以后到2006年才第一次坐上飞机。我也是我在实习的时候，你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第一次他到广州出差才开始坐上飞机的。你看这是2006年。OK， 整个中国完整的一个社保制度也是要在2000年之后。那我之前不是做这个大马的医疗，我后来就去查了一下大马的养老，他们的整个社保的支柱啊，就是在建国之后1960年代，甚至于好像建国之前就已经有了完善的雏形了。对，所以你说的观点是，我就说没有跟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不知道别的国家早已经发展出了这套体系。他认为说我这么快的拥有了，其实是很厉害的，而且我会越来越厉害，但他不知道第一拥有的是很晚的。第二呢是这个好日子时间不是很长的，不是像他想的这么想当然会一直延续下去，对吧？私家车什么时候？20年。大家这个商品房买卖
20多年，还是见识少嘛。对，这个就没有这是个办法。对，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其实不太同意你说的这个观点。我觉得，从我父辈这个身上，我能看出他们根本就，早就在做，他们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他们早就准备好这个好日子是要到头的，而且他们始终觉得自己的好日子，他有一种巨大的不配感。我们家所有的亲戚，上一代的亲戚都经历过下岗，我相信你爸你妈也经历过。对啊。所以他们现在经常说的这个，我们回去的时候跟他们讲起问题，说这个经济环境，他们一方面是承认经济环境不好，他们自己的养老金加的比前2年都要少，然后现在医保自付比例他们自己也是显著提高，然后自己的孩子对吧，下岗的也是失业的失业，然后降薪的降薪，他们都知道好日子不好，但是他们经常说的一句什么话，就是苦日子我能过，好日子也能过，大不了就像以前一样，但是肯定不会比以前那么差吧。他们用这种方式，自己能吃苦的方式来给自己一种感觉，就是说无所谓，国家做什么我们都接受，他们有这样一种认命感和不配感。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解释啊。那这启发我在考虑，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就他有一种极强的这种 resilience 弹性，在这个弹性包含着自信，就说哎，你看大不了再差，第一差不到哪儿去，第二再差的日子我都过过，我肯定可以过下来。对啊，那这种自卑，然后呢一下子好又非常什么颐指气使，非常的这个傲娇。我们这个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2000几年、2010年，到处有的新闻就是讲中国人出国旅游啊，到处买爆了什么店啊，带了好多东西，现在不太看到了，但以前常常会看到这种新闻，就要么就是一种讲难听一点叫暴发户的心态嘛，对吧？所以我是感觉挺撕裂的，这可能就是他在什么环境下都能够生存，带来一种极大的自信，这种自信又转换成一种自大。对啊，然后再加上他一直觉得是受害者理论嘛，就是他今天过上了苦日子，不是因为我们国家发展的不好，而是因为所有的其他国家都在搞我们，我们是被搞坏的，我们是被小人设计的。在这么多的原因里面啊，你看我们讲了很多啊，就自然有发展啦，弹性很大啦，我们被灌输的这些教育啦，其实我个人啊，也当然我自己身上也是见识世界比较晚的，我们俩应该也都是这样，参加工作以后，然后呢自己出去旅行啊，各个地方生活呀，出差啊，才有了一点点的见识，还要再加上一些反思才行，不然就像你刚讲的例子，有了见识还是往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解释，那也没有用。对啊，他人就保持这样的一个个性不变。给我的一个启发呢，就是我觉得自己很多观点啊，就是原先的观点是不对的。就是你原先像我小时候一直觉得，哎呀，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哦，我从来没那是不是也是一种自大 ？OK， 好吧，对吧？那只能说你受到这个环境给到你这样的。我的印象这样跟你讲吧，我觉得是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很 weak 的，我们各方面都不行啊。但只能充分证明你不是自大呀。就你一开始讲的自大，你其实是在别人眼里显得是这样的，其实你并不是，你是相对就说看问题比较平均的，比较正宗的，谢谢你，对吧？哦，也有一些观点认为说正常人都是相对会自信一点的，只有相对像你的这样的个性才会看得反而比较准。哦，是丧丧的，懂了。丧丧的人才会看得比较准。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所以我在反思的是什么呢？我在反思的就关键是自己的世界观太狭窄了，而且常常是不对的。尤其呢，就是生活在马来西亚以后啊，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启发，就是我想要更加广泛的去吸收各个国家的人，各个地方人的他们的一些想法、生活方式，我都假定别人是对的，别人这种生活模式是有道理的。我觉得这个对自己的改观啊挺大的，很有助于让自己身上啊去进行一些清洗。这样讲是因为我发现我们生活出来啊，一定要有一个准备，就认为自己原先习以为常的，你觉得是常识的很多想法其实是错的，甚至于是会在侵蚀你的，是带有一点点毒性，你必须要把它给清洗掉才行。这个可能讲严重是这样。你后面那段你的反思就是不要加进去了，第二挺重的。不是，我觉得对自己就不存在跌位，我又没有要求别人怎么样。跌位就是强行要求别人接受你的道德观念吗？